全球冰封第67天，林峰带着人回去运炸药，剩下的大部分人依旧留在徐东村。由于林峰吩咐过，接下来做好打长久战的准备，所以史大勇把徐胖子与徐东堂喊了过来。他吩咐二人道：“接下来我们要在这里住一阵子，你们腾出一些房子来给我们居住。另外记得每天都要准备好65人份的伙食。”徐胖子心里面咯噔一声，65人份的伙食，这些大头兵吃饭的模样他可是见过，那一个比一个能吃。末世之下，他们徐家镇的村民们也只求温饱，不敢浪费一点粮食，只为了能够多多生存一段时间。可是按照这65名士兵的食量，起码一个人可以吃他们5人份的食物。长此以往下去，他们徐家镇还真的有些招待不起了。徐东堂的眼神也是变了又变，他微微思索片刻，就笑道：“那是自然，各位上级领导莅临指导，是我们徐家镇的荣幸。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把张毅那个杀人狂魔给制服。”徐东堂本来想的是，这些西山基地的士兵是过来对付张毅的，只要解决了张毅，他们就会离开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张毅竟然扛住了他们的进攻。现在他只希望西山基地士兵的攻势能够快一些。史大勇对徐东堂的态度比较冷淡，如何行动，多久行动，这些都是我们的军事机密，没事你少来打听。你们这些村民只需要按照要求提供给我们食宿条件就好了，毕竟我们也是在帮你们报仇，不是吗？史大勇的声音和体型非常有压迫力，徐东堂在他面前屁都不敢放，只能连连点头答应下来。史大勇离开之后，徐东堂却挺直了腰板，吩咐徐胖子道：“春雷，你快些去建造雪屋，这些房子都是为了给西山基地的领导们准备的，你一定要用心啊。”吩咐完了徐胖子以后，徐东堂又叫来了各个村的村长，让他们准备好食物供奉给这些士兵。众人听完之后也没有多想，他们只当这些西山基地的士兵待不了1-2天就会离开，争相把村子里的好东西奉上，希望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，这样他们才能在将来谋取个一官半职的。徐胖子看着这一幕，心里面十分的担忧。可是现在他学聪明了，一句话都没有再说，因为他知道现在无论说什么，这些人都不会醒悟，在他们眼里，我哪怕实力再强，也只是个没用的肥宅罢了。徐胖子自嘲似的笑了笑，也就懒得去管那么多，他只希望能够保护好自己和徐丽丽一家人。第二天凌晨的时候，天蒙蒙亮，张毅就被哗哗的声音吵醒。张毅猛地睁开眼睛，从沙发上爬了起来。这几天他都是合夜而眠，就是为了随时能够应对突发的状况。他走到监控前一看，果然发现矮山那边有动静，想要趁着我沉睡的时候发动攻击是吗？真够鸡贼的。凌晨的时候，人都是睡得非常死的。林峰是打算钻张毅睡着的空子发动袭击，虽然他也不知道这个方法有没有效果，但终究是值得一试。张毅来到庇护所的2楼，取出望远镜观察着矮山那边有单向玻璃的掩护。林峰等人看庇护所是漆黑一片，见不到里面任何光景，也发现不了张毅的位置，可张毅却能够看到他们的位置，直线距离大概在2400米左右。他们知道张毅是个枪法非常可怕的狙击手，所以保持了安全的距离，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张毅的枪法可不仅仅是准那么简单，有了异能加持之后，他的攻击距离和威力都会得到巨大的提升。此时张毅的次元之门已经彻底修复了，可以放心的反击。不过他没有着急，他现在不敢贸然打开窗户，否则接下来发生的爆炸可能会对墙体发生更大的伤害。他在等待对方先出手。张毅在玻璃后面观望着矮山这边的动静，林峰的眸光忽然一凝，扭头望向了这里，隔着单向玻璃，二人的目光似乎在空中碰撞了。张毅眯起眸子，好可怕的直觉。林峰也是抱着胳膊，一脸玩味的说道：“他在看着我们。”史大勇和郑雪荣顺着林峰的目光望了过去，林峰的直觉一向准确的可怕，只是他们没有想到，隔着那么远的距离，他都能感受到有人在注视他。他在干什么？等死吗？还是绝望之中想要最后挣扎一下？郑雪荣淡淡的说道，他的眸子是诡异的冰蓝色，如果不是黄种人的外貌特征，很容易让人觉得他是混血儿。管他呢，大概是害怕了吧？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处？史大勇嘿嘿一笑，两条壮硕的胳膊插在兜里，他依仗的异能也抗衡不了 TNT 的爆破，除了看着我们炸毁他的房子，他又能做什么？林峰这个时候却开口说道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倒是挺希望能把他收编进我们的队伍的，毕竟他的这个能力很有前途，虽然只是短暂的交手，但是张毅的能力引起了林峰强烈的兴趣。史大勇闻言微微皱起眉头问道，那我们死去的兄弟怎么办？士兵战死沙场是我们的宿命，这个人是领袖点名要活捉的，他老人家明白现在一个强大的艺人对组织有多重要。林峰淡淡的说道，提到领袖二字，史大勇立刻闭上了嘴巴，不敢有反驳的意见。他看着爆破小组正在组装的炸药，心中暗暗祈祷，张毅直接被炸死最好。经过爆破小组的一番准备，终于又组装出来了一个捆绑式的巨型炸药，几个人如法炮制，希望像昨天那样把庇护所给炸毁一部分。史大勇化身冰雪巨猿，与林峰二人抱起炸药，就朝着庇护所远远扔了过去。张毅看着从远处飞来的巨型炸药，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右手朝着面前张开，炸药刚飞行了一半的距离，张毅不打算再等了，因为再靠近一点就会爆炸，他可不希望冒如此大的风险。次元之门，张毅挺中二的喊了一句，幸好旁边没人，不然他会当场射死。一面巨大的门飞在庇护所上空出现，无形无质，张毅却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它的存在。只不过这一次他并不是要把那炸药收取进来，实验已经证明异空间无法承受如此大当量的炸药产生的爆炸能量，但是它可以释放。上一次爆炸的大部分力量还在异空间里面，那股不稳定的能量张毅就是留着此时使用。轰，一声惊天动地的爆鸣传来，然而这股力量并非是那炸药爆炸而产生的，而是从异空间内喷涌出，在巨大的冲击波的影响下，原本应该落向庇护所的炸药被卷的倒飞了出去，而飞回去的方向当然是特战队成员们所在的方向。林峰等人脸上的笑容迅速消失，隐蔽，他发出了一声怒吼，然后迅速地卧倒在地上。500公斤的炸药
在半空中被汹涌的气浪推着回到矮山这边，然后又在地上迅速的滚动了一段距离。TNT 的稳定性非常好，即便是受到了如此冲击，也没有在半空爆炸。可是几秒钟之后，他设置的时间一到，就会被雷管引爆了。下一刻，冲天的火光淹没了眼前的一切，剧烈的爆炸将方圆上千米的积雪都融化得干干净净，热浪瞬息之间就冲到了矮山之上，把几个没来得及隐蔽的人给掀飞了出去。而他们算是好运的，因为在山下一大片掩体后面，还有不少战士在潜伏，等待着随时冲击庇护所。他们距离那500公斤炸药的爆炸点只有几百米的直线距离，火光冲天，无情的火焰和冲击波以爆炸点为中心，迅速的席卷开来。那些不知道情况的战士眨眼间就被数千度的高温吞没，什么特战服、防弹衣、武器，在如此高温之下直接被焚毁，他们的皮肤和血肉也在一瞬间焦化。呼，火焰横扫八方，埋伏在山下，等待着进攻的特战队员们几乎全灭。张毅在远处看着火光，由于这效果实在是太好了，他自己都乐得笑个不停。原本他只是想利用吸收的能量把炸弹给弹飞，不要让它伤害到自己的庇护所，可是看这个效果，肯定是把那些特战队员给灭掉了不少。热武器果然还是厉害啊！张毅情不自禁的感慨道：“我比他们用的好。”张毅只释放了一部分能量，可主要的伤害其实是那巨大的炸药造成的。这一次实验的成功，标志着接下来还可以继续使用这种手段对付他们，除非是他们不怕死更多的人，否则这种投掷的方法也不可能再用了。矮山那个方向的温度升高到难以想象的地步，山脚之下大片的地面成了焦炭。矮山的背后，一块巨大的冰面忽然之间裂开，郑雪荣一脸虚弱的站起来。刚刚幸好是他及时建造了一块冰面，挡住了大部分的热量，否则他们这些人也会出现死伤。但是不断的维持冰面，对他来说消耗也十分巨大。林峰破开冰面走到矮山上，看到山脚下恐怖的一幕，整个人都麻了。其他众人也纷纷爬出来查看爆炸的现场，所有人目瞪口呆，此时完全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来形容眼前的画面。他们只是看到原本按照计划应该落在庇护所前的炸药，还在半空中就被一股诡异的力量推着飞回了他们的近前，导致大量特战队的战士死在自己的炸药之下。原本还自信满满的众人脸上是茫然与沮丧的神色。特战队队长林峰望着下方一具具烧焦的尸体，身体都在微微的颤抖。这些人可都是他的生死兄弟啊！一群人好不容易活到了末世，几分钟之前大家还在谈笑风生，可是眨眼间这些弟兄都死了，死在他们自己的计划之中。不，林峰痛苦地发出怒吼，目眦欲裂，状若疯魔。史大勇也是痛苦地跪在地上，愤怒地砸碎了地面。啊！他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，只是心如刀割。人总不能在战争的时候去怨恨你的对手太过残忍吧？本身就是他们对付张毅的手段，被张毅反过来对付他们，他们真的要怨恨，也只能够怨恨自己太过愚蠢，竟然想到了这种办法。可是他们又怎么能想象得到张毅会以这种手段还击？刚刚那一战 ，S 特战队包括3名改造人在内，共有23名战士阵亡，说起来非常的可笑。他们每一个都是精锐中的精锐，无论单兵作战还是协同作战能力都无可挑剔。这样的人物本该在末世之中大有作为，结果却以无比滑稽的方式死在了自己人丢出去的炸药爆炸之下。直到最后，他们甚至不知道张毅长什么样子。人的生命就是如此的脆弱，不管你是什么绝世天才，什么身份高贵的大人物，死的时候都是一具不值钱的尸体。张毅看向窗外，此时地上的积雪融化得干干净净，不少房子和后面冻死的树木在燃烧，周围的空气一定异常的温暖。冰雪融化之后没有变成沼泽，那数千摄氏度甚至爆炸中心上万摄氏度的高温让水流蒸发成了蒸汽。天海市最豪华的别墅区云雀庄园，一大半都被这几次爆炸给摧毁了，只剩下不多的一些别墅还孤零零的矗立着。你们的回合结束之后，也该轮到我了。确认了对方的攻击无效之后，张毅心里面最后一丝忌惮也放下了。他可不是任由别人攻击却不会还手的人。次元之门打开，张毅将次元之门挡在了窗口，然后命令小爱将窗户迅速向内开启，而他自己则是架起那把刚刚改装的重狙，瞄准了2公里之外矮山上的几人。林峰几个人悲痛欲绝，正在思索着如何攻破庇护所。突然，对讲机里传来狙击手非常急切的声音：“队长，他在用狙击枪瞄准你们。”林峰瞳孔微微一缩，便感觉到一阵劲风袭来。他望向前面，视野当中的时间仿佛减速了一般，一颗夹杂着异能的子弹射向他的眉心。嗖！林峰的脑袋一歪，子弹从他的耳朵边上划了过去。无事发生，他扭过头望向庇护所，然后他就看到了窗户后面的张毅。林峰的眼睛里血丝更加浓郁了，那是刻骨铭心的恨意。而张毅看到这一幕，也是目光凝重了不少。果然不愧是他们的头。很显然，林峰的实力比刘子阳、沈红等人强大了太多，是个狠人。张毅也不多避避，立刻调转枪口，朝着旁边那个目标最明显的冰雪巨猿射去。林峰躲过子弹之后，就开口提醒身边的人：“小心，有狙击手。”没有人能想得到，他们远在2公里之外，对方都能狙击到这个距离。众人得到林峰的警示，本能的迅速躲避。可是史大勇并非敏捷型的艺人，正要躲闪，眉心已经中了一枪，鲜血飞溅，他的头颅向后仰去。可是张毅并没有看到他倒下，